這是一台最新款的第6代 RAV4。接下來我們要解決行駛中噪音的問題。沒錯，車主每天長時間開車，受不了輪拱的胎噪音以及風切聲，決定來升級隔音。今天一起來看看這一代新款 RAV4 輪拱要怎麼做，還有新一代的隔音用料如何。RAV4 6代最新上市的車哦，最近討論度非常的高。我已經有好幾部介紹這台車的短片了，那時候都來做全車的膠條。沒錯。這次車主不忍，直接來找我們做4輪輪拱輕量化進級版，厚度最厚又是輕量化的版本。看到這個塗裝就知道，這是一台計程車小黃。等一下，那它一樣有做全車的膠條嗎？全膠一樣也有做啊。哦，所以這一次它就一次升級2個工程。哎呦，不錯哦。那計程車為什麼還要做隔音呢？不是就載客人而已嗎？那車主說，他不只想要自己開得很寧靜、很舒適，他想讓乘客有更好的乘坐體驗，哦，讓我們在旅途之中不會有很嘈雜的胎噪音啊、風切聲啊。那也太用心了吧！為了這個乘客的舒適度，還特地來升級，是他的腰包哦。主要應該是自己不喜歡那麼吵吧。哦，畢竟自己在車上開了最長的時間。對。上次我們短片有說，這代隔音好像比上一代更好哦。因為從外觀還有開關門的感覺去看，那如果有想要看評測啊，就要去看別的頻道，因為我們沒有開上路。那它這一代的膠條有什麼升級嗎？既然你都說隔音感覺有變好了。它原廠的配置其實都一樣，它應該是其他用料有变好一點，但是它原廠的膠條還是沒有補齊。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做後期的加裝，讓它左右兩邊的噪音把它降低。那2026最新的 RAV4 隔音的用料到底怎麼樣？它的輪拱有沒有跟上一代有差別？就直接開上頂高機，把它拆下來看看。非常的期待啊！看起來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樣，沒有什麼特別，裡面也沒有自正材，但是有很多這種硬硬的這個膠，跟上一代是一樣。那我們實作之前呢，一樣要先做清潔，把它表面的這些髒污啊都清潔乾淨。這台車它才開3000多而已，裡面看起來很乾淨，但是呢，輪子在跑，還是會有沙石跑到裡面去。那我們就要把它清潔乾淨，才能貼我們的自正材。尤其是這些轉角的地方，都需要特別注意，那邊都會藏很多灰塵。但它有很多線路啊，它的卡扣是固定在我們實作的地方，把這個線路卡扣拆掉，為的就是讓我們清潔可以清得更乾淨，施工可以貼得更完整。不然一條線在那邊 K 來 K 去的，好像也很難用，就很礙事啊。那另外一邊好像已經做完了，那我們看做完長怎樣。可以看到我們這些孔位啊，都要把它開好，因為這些孔位呢，都是我們內規版的鎖點。那再來我們這些螺絲啊，都把它分類好，放在我們的盒子裡面，才可以更好、更準確的去復位。一個輪拱裡面，它會有各式各樣的螺絲，它每個型號也會有點不一樣。那我們就把它分類好，就知道什麼孔位對應的螺絲是什麼。那你看這個輪拱啊，這麼的凹凸不平，這麼多角度，我們師傅在安裝前呢，就會先看好自正材到底要怎麼貼會比較好，因為它的內規版有非常多的角度，凹凸不平的，所以需要先規劃，再是實作。所以我們貼的時候呢，要用我們的滾輪去把它滾紮實，讓它完美的貼合在鈑金上，這樣子讓它的效果才可以是最大化。那剛剛前面有提到，線路的卡扣先拆除，就可以看到裡面這裡自正材就可以更完整的去覆蓋，在滾的時候也可以讓它更貼合。那把自正材全部做完之後，就可以來做我們的隔音墊，坐在靠近車室的地方，讓它整體的隔音就更好。那我們就去看一下前輪跟後輪有什麼不一樣。前輪是角度更複雜，更多奇奇怪怪的角度就要去做處理，自正材就不能去拉扯，一定要有回推，然後再把它滾紮實。那自正這裡全部貼完，還有一個不一樣的是，前輪這裡葉子板也會貼上我們自正材，這樣敲起來就會非常的紮實。這裡是我們的隔音墊，坐在靠近車室的地方，從底下一路延伸上去。它原廠這邊是有一塊塑膠飾板，然後它的邊緣呢有一些棉，應該是為了要防止它跟鈑金產生異音所以它加一個棉墊着。但是呢，它只有塑膠飾板，它沒有吸音棉，因為正常來說，有些車這裡也會加吸音棉，原廠沒有的，我們來補足。這個步驟全部做完之後，我們就可以來貼我們的保護。保護不只是保護我們這些零件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可以把邊緣都把它平整化，讓整體的完成品是很有一致性，不会說那邊凸一塊，這邊少一塊。因為噴塗的時候它是扇形，那我們用紙膠帶把它擋住，在撕掉的時候呢，它就會變成是直線。這樣子不僅可以噴得均勻，又可以讓它非常美觀。那這隔音塗層的功能是什麼？第一點，它可以保護我們的隔音材料。我們的隔音材料它已經是防水了，那噴這個隔音塗层呢，就是讓它更防護。畢竟它都是在室外，輪子在滾，沙石啊、雨水啊都會打進來。那我們現在就去看我們的內規版，看一下它原廠有沒有吸音棉。那它原廠內規版啊是有棉的哦，它就是分散，
但它整個都有。上一代是沒有吸棉的。哇，真假？所以這一代有升級哦。哦，很不錯哎。而且這一代我們上次做膠條的時候，開關門都有覺得它變得比較扎實，所以原廠是有在升級的哦。有小升級一下，就慢慢的讓我們行車質感會越来越好。但是這樣還不夠，我們現在換上我們的高效吸棉，再噴上我們的隔音塗層，讓它的效果發揮到極致。一樣，這個孔位都要把它開孔，不然到時候復位的時候它會復位不回去。我們做這個也不能把它貼得很厚，因為原廠內規板跟輪拱之間的空間有限。像我們就遇到人家去別的地方做，結果呢內規板都是釘孔啊，或是用什麼束帶啊，就會破壞原廠這些零件。那我們不喜歡這樣，我們的工法就是要讓它做起來像沒做一樣，把內規板復位回去，也不會那邊凸起來，不會說哪裡太厚，做上去就要非常平整。那我們噴這隔音塗層呢，只要側面先把它封邊，再把它正面把它全部噴塗，噴均匀，可以讓它的防水性更強化，隔音效果又更好。好，那我們車子已經開下來了，那我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復位的時候呢，你剛剛前面有提到我們的小螺絲我們都有分類好，所以我們復位的時候會非常的快。輪子的螺絲要對角鎖，先用手去鎖，再用工具，最後下來的時候再用扭力扳手把它做定位。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原廠的膠條到底有哪些是需要我們来做加裝。那我們從車頭開始看，這裡跟西西一樣是做大燈的上緣。那我们可以看引擎蓋這裡前面，這裡原廠就有一條。那我們把左右兩邊補齊。可是上一代沒有做這個地方哦。那上一代呢？它原廠就有，可是這一代為什麼沒有？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A 柱，這裡很多車廠都不會附，通常都要比較高階一點的車款才會去附這個地方。那再來是 B 柱 ，B 柱的上面窗框段，這是基本的，很多車都會附。那下面呢就不一定，通常都是要到 Lexus 的等級才會有這一段。所以大家如果走在路上，可以看一下路邊的車，看到底什麼車才會有配這些膠條。那後面就是我們的 C 柱，它跟上一代一樣，就是基本上這裡有配，這一代跟上一代也有 C 柱的2段。然後還有門下，原廠是都有，它的尾側也是原廠就有，可以看到這是原廠的膠條，這邊是我們試做的。哦，我看不太出來耶，其實就是如果沒有特別講，會覺得原廠就是長這樣。對，為什麼要坐在這裡呢？因為我們門關起來，車門端跟車身端關起來，中間會有一個縫隙，就要把縫隙填補起來，這樣它的氣密性就會更好。那我們的產品都是通過 SGS 認證，超過400多項，安全又無毒。品質又好，施工又漂亮，3歲以下兒童放到嘴巴都沒有關係。真的假的啦？我們就是要用這麼專業、這麼厲害的產品來製作。哦，一定要的吧？有效是基本，做得好，細節也要做得更好。沒錯。那我們關門就會變得非常扎實。這樣子做下來，不僅讓我們胎噪音降低，左右兩邊的這個門縫都把它填補起來。兩邊的風切聲也會降低，氣密性也會提高，它可以讓我們的冷氣的效率更好，污水阻隔在外，髒東西就不會直接噴進去。哇，小小一條這麼多功能啊！那我們輪拱呢，就會有一種關了一扇門，聲音變遠、變沉悶的感覺。那整體兩個相輔相成，整體的舒適性就會有所提升。那我們隔音工程就試做到這邊，希望我們的影片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留言看看下一次你想看什麼車，說不定下一台就是你的車。拜拜。下次計程車我要點這台，點這台有坐過才舒服。